阿弥陀佛，大家好，我们今天在这里继续上次的主题抉择上师。上次的视频呢，我们已经把上师具备10种殊胜的功德做了一些解说。那今天我想利用这个一点时间，再把更具体在经论里面有列举的包括善知识上师的含义善知识的种类以及标准，还有所依善知识的标准等等，我们今天再来这个部分做一些探讨。善知识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师父或者是上师。那古时候在梵语来讲呢，它的音译叫做迦罗密，迦里也那密达多，这是巴利文这个梵文是迦罗密，指的是正直有德行，能教导正道的人，所以他也统称叫亲善友、善友、善知识所以这是善知识的含义的部分。那在善知识的种类呢，在摩诃止观卷4下面有记载，善知识有3种。第一是外护，是从外而去护育弟子，能使弟子在安稳正道中去做修法学法。第二呢是同行，指的是行动与共，相互策力。这一位善知识必须呢对我们弟子有所互相策力提点。第三，教授，指善巧说法，善知识必须能够善巧说法，因应弟子不同的根基来调伏弟子的心性。那善知识的标准呢，在大般涅盘经当中有说，何故名为善知识耶？善知识者，能教众生远离十恶，修行十善，以是义故名善知识。又复如法而行，如说而行，自远离十恶，亦令他离；自行菩提，亦令他行，名善知识。又自行施戒闻慧，亦令他行，名善知识。又不能自乐，常为众生不颂他短，常说善事，名善知识。如大传师，善度人故，诸佛菩萨亦复如是，度尽众生，出生死海，名善知识。在这个大般涅盘经里面是这么样的定义它的标准。善知识呢，他必须要教授他的弟子及众生远离十恶。什么是十恶呢？有身三、语四、意三。身我们可以所造的是杀盗淫这3种恶业，语有恶口两舌绮语和妄语，这个4种恶业是由我们的口业当中所出来的。再来意呢，就是根本3毒，是贪嗔痴这个3毒。所以所谓名为善知识，他必须能够让弟子远离这个10种恶业
身三与是异三，不造这个10种恶业，更是积极的去行持十善啊，布施啊，是持戒、忍辱、精进、般若智慧，6度万行。所以再来呢，他不仅自己发菩提心，也叫他，就是叫他的弟子们也要发菩提心。什么是菩提心？就是为利一切众生而愿成佛，圆满这个佛果啊，才能够利益所有一切的6道的众生。再来呢，他也是常为众生不送他短，不会去自赞毁他，任何能够帮助让众生欢喜的事，他都会想要去积极的去做，常说善事啊，常说善道。再来呢，他也是如大船师，他就像一个船夫，他是一个掌舵者，他可以让所有的他的弟子跟众生从这个生死的彼岸，带着他渡过这个生死的轮回大海，到达另外一个彼岸，就是我们叫做证悟解脱成佛的彼岸，从此岸到彼岸啊，这个是大船师。所以这有列举的这种种，也是在《大般涅盘经》所说的善知识的德相啊，它也是能够治施戒闻慧。施戒就是他能够自己持戒，也告诉教育教唆他的弟子们要持守戒律。闻慧就是要多闻正法，听闻教法啊，这是种种的有关于善知识的标准。那再来，我们再提到所依善知识的标准呢，在大乘经庄严论清净品中，我们在过去的几个视频已经讲的10德圆满的善知识啊，这个论中他就这么说：若善知识具足10种功德，应堪清净，何等为10？一者调伏，二者极静，三者除惑，四者得真，五者有勇，六者精复，七者觉真，八者善说，九者悲生，10者离退。啊，这个我们就不在这里做详细的解说，我可以把这个经文里面的内容再继续说。调伏者与戒相应，由根调故；极静者与定相应，由内摄故；除惑者与信念与慧相应，烦恼断故；得真者戒定慧聚，不缺减故；有勇者利益他时，不疲倦故；精复者得多闻故；觉真者了实义故；善说者不颠倒故；悲生者觉希望故；离退者于一切时恭敬说故。这是这里所提大乘经庄严经论的清净品所谓的10种善知识上师的功德。那我们现在在对外去寻找我们的师父，我们是用这样子的一个依经教论，凭据着经典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去好好的做观察，好好的反复的检视。那是对外我们想要去寻求一个师父。那至于对我们自己而言，我们是弟子，那弟子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弟子相呢？弟子呢，所作所为应该要时时刻刻随顺善知识的心意，不能做违背善知识意愿的事情啊，
不论我们的师父如何的严苛、责骂或者是调教我们，我们也不会生气发怒，就是犹如那个野马一样就是被驯服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依止的这个我们自己弟子相，必须要有一个标准这个弟子是必须是非常的调柔内心很极尽调柔，不会因为这个上师很多的这个外在的语言或是态度呢，会影响我们对他的信心他的心是非常单纯而直的这种心念，想要一心来求法，同时对这个师长对师父呢是非常虔敬的这是一个学佛的弟子相必须要具备的。那依止呢，依止一个上师或师父，具备能依条件的弟子依止善知识的方法有2种。第一个是意乐的依止法，第二个是加行的依止法。其中意乐依止法又包含了尽性为本和念恩深进这2部分我之前的视频有说过，我们好不容易辛辛苦苦的去找了一个很具德的上师之后，但是呢，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福德不够，福德浅薄，我们常常很多的过去的无明障碍种种，让我们呢，纵使一个非常具德圆满的师长或是师父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会因为我们个人的业障而看到他很多的过失所以为什么弟子对师父的信念是很重要的？在佛经里也有说，信为道源功德母有信心，具足清净的虔敬心，是一切功德的根本所以在宝具陀罗尼里面呢，也有说，信为前行如母生，守护增长一切德，除疑度脱出诸不流，信能表喻妙乐成。信心呢，就是没有懒惰，非常的清净，能令我们自己无明的这个我慢高山能够消融这个信心呢，也是最胜的财宝足摄所有善的一切的根本所以如果未生这个信念呢，而要来修持或寻找依止师父，这有时候是本末倒置。首先我们必须要升起，为何我要找一个师父，找到了师父，我的心要如何去安立，跟着他好好的去学习，这就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常常去检视反省的所以呢，要如何去常常忆念师长的恩德呢？在十法经中有一个寄语我这里也提了一下，就是说上师对我们弟子的功德，于长夜中驰骋生死中寻觅者我者，于长夜中为愚痴覆而重睡眠醒觉我者，沉溺有海拔济我者，我入恶道是善道者，系服有欲解释我者，我于长夜病所逼恼，为作医王，我被贪等猛火燃烧，为作云雨而为熄灭，应如是想所以我们在这里必须要常常的去想，我们是否具足这个弟子相，然后要常常观这个师父的功德不要因为很小的事情去挑这个小毛病
鸡蛋里挑骨头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检视。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和各位做一个探讨分享的，有关于上师的种种德相，以及它的含义，它有什么样的特质，它的标准，我们弟子应该依止的心态方法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呈现这个我们必须要来做一个了解。今天我很高兴在这个线上呢，把这个所有上师的书圣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解说，希望能够带给各位或多或少的利益那之后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主题的视频，那我们会再继续在这个空中和各位相见。那今天谢谢大家，那也祝福各位，阿弥陀佛，60吉祥。